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11月3号晚上，一则消息在整个互联网炸开了锅，蚂蚁 A 股、港股同步暂缓上市。消息一出，阿里巴巴股价盘前大跌7%。这一切其实早有前兆。10月23日，马云在上海的金融峰会上狂喷现有的金融体系，称被作为金融保险杠的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人俱乐部，阻碍了创新。这番言论在金融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实上，近些年蚂蚁集团的快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钻了监管的空子，吃了互联网金融蓝海的红利。时间刚来到11月，中国人民银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连续发表多篇署名为资深学者的文章，文章中指出了网络小贷必须进行规范化管理，更是点明了蚂蚁集团的实质是跨界开展非金融、金融、类金融和金融基础设施等多种业务，成了全世界混业程度最高的机构。对于蚂蚁集团，监管者需要出台相关办法，对其业务进行规范。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金融机构对蚂蚁集团实际控股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11月2日当晚，银保监会、央行联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从杠杆率、借贷业务、联合贷业务等多个方面给网络小贷公司施加压力，其中最主要有6条限制，条条针对蚂蚁集团。11月3日，蚂蚁 A 股、港股同步暂缓上市。当晚，整个杭州无眠，是无数蚂蚁人梦想破碎的声音，也是无数房地产经纪人的声声叹息。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个网络小贷暂行办法具体有哪些内容，对蚂蚁集团会产生什么影响，蚂蚁集团又是否能上市成功，延续万亿市值的梦想。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理财金融知识，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那我们正式开始吧。我们逐一来看一下网络小贷办法的6条限制以及对蚂蚁的影响。第一是限制异地展业，网络小贷业务应当主要在注册地所属省市、直辖市开展，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不得跨省展业。而对未经监管批准已经从事业务的小贷公司，需要在3年过渡期内符合办法的各项要求。之前我在这期视频里面详细介绍了蚂蚁最大利润、花呗和借呗的方方面面，其中花呗和借呗的主体公司都是在重庆注册。新规出台后，也就是说花呗和借呗只能在重庆开展业务，不能到其他省市，除非蚂蚁在每一个省都注册一个小贷公司，或者得到银保监会部门的批准。目前蚂蚁有3年的时间来进行过渡。另外，经营网络小额贷仅有蚂蚁小微小贷注册金120亿元，重庆度小满小贷注册资本70亿元满足要求，而百度旗下的上海满意小贷以及360旗下的重庆360小贷注册资本分别为2亿元和5亿元，都不满足10亿元的最低要求。第二是约束杠杆率，开展网络小贷业务的小贷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倍。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此前的视频里我已经进行过说明。目前蚂蚁集团的2大利润源获取资金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 ABS， 一种是和银行开展联合贷助贷。首先来看 ABS。2017年的现金贷监管风暴，重庆市要求小贷的杠杆上限是2.3倍，因此蚂蚁集团需要将小贷公司增资到200亿元。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花呗已经增资120亿元，借呗增资40亿元，共160亿元，还远远没有达到2017年的要求。根据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蚂蚁集团信贷余额共21540亿元，其中由金融机构放款或已实现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发行 ABS 的比例合计约为98%。即使我们按照100%计算，蚂蚁2万亿的 ABS， 蚂蚁旗下小贷公司至少需要增资到5000亿元才能可以符合监管标准。
而这是目前蚂蚁目前整个联合贷市场规模达到2万亿元左右，涉及数百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中蚂蚁集团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约1万亿元。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2500亿元，平安普惠3000到4000亿元，这3家合计占到市场份额90%，其余10%左右被新网银行、京东数科、百度、消费金融公司占据。蚂蚁集团内部表示，蚂蚁的联合贷业务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纯导流，合作银行机构完全自行决策、自行放贷；第二种是导流加资金联营，与合作方按照比例出资，类似于联合贷；第三种是导流加初步筛选，与合作方提供蚂蚁风控下的初筛结果，再让合作方自行决策和放贷，类似于助贷。大中型银行与蚂蚁集团的合作一般是纯导流模式，其中浦发银行的合作规模最大，通过花呗借呗分别投放了300亿元、1100亿元。这种纯导流的模式其实就是银行将自己的风险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外包给了蚂蚁，使用蚂蚁的大数据来审查贷款客户的信贷水平。这种模式是新办法明令禁止的，相信之后大多数银行是不敢贸然触犯。蚂蚁的纯导流模式之后基本已经走不通了。另外，在资金联营模式中，之前蚂蚁集团在联合贷中的出资比例，早期是1:9，蚂蚁出资10%，银行出资90%，现在已经降到了1:99，蚂蚁出资1%，银行出资99%。新办法实施后，这部分出资比例必须要高于30%，这就相当于把蚂蚁集团的资金成本提高了30倍。借呗将从支付宝系统中剥离出来，不能再与支付宝账户嵌套，你的支付宝 APP 将不会再有花呗借呗的入口。而花呗和借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用户量，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支付宝的导流。新办法出台后，可以说蚂蚁集团的好日子到头了。蚂蚁集团每年100亿的利润，其中1半都是来自于花呗、借呗这2家公司。监管落地后，这2家公司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利润大跌。那么蚂蚁还能值1万亿吗？大多数投资者对此表示非常担忧，甚至有人猜测蚂蚁集团此次上市可能会流产。A 股市场其实有发行后撤回的经验，技术上并不难操作，可以撤回发行，重新定价。在2015年7月股灾期间，由于市场恐慌下跌，A 股共计28个 IPO 项目被暂停，其中10只已申购但未上市的首发项目将申购款项原额退还给投资者。4个月后，证监会重启新股发行，这批28个项目也恢复了上市进程。在 A 股历史上，通过 IPO 审核尚未发行的公司中，在2011年有2家，分别是创业板企业四川星河花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因财务造假上市被延期，主板的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商标案重大诉讼也被延期。这次暂缓上市究竟能延期多久？关键是要看蚂蚁集团管理层对新办法如何应对，集团内部如何调整业务，使其符合监管。至于1万亿市值 A 股一哥，看来就要化作一场梦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